大家好，娱乐圈的热闹不在表面，而在内里。在社会主义娱乐圈开始掉头转向伪光正申诉的时候，几乎所有娱乐圈中人都已经开始奋不顾身地投身证据市场的滚滚洪流当中去了，包括赵丽颖，包括王一博。然而呢，众人皆醉谁独醒。当时代证据的魔方被最终的玩坏了、吃透了，那么大家伙就会恍然大悟了。原来没有意外的红色剧本和固化脸谱的红色演技，原来才是单一市场的唯二主体了。也就是说，当改开题材终将行将就木的时候，任何证据演员都会变成上班打卡的经济脸谱了，或者说样板戏成员了。这是好是坏呢？现在对比努力转型而且小有成功的赵丽颖、王一博而言，反而靠黑而红、枝头红黑的杨幂无疑已经开足马力了，已经见好就收了。深度和温度有新闻百度，演技是门一辈子的功课。我之前详细聊到的正午阳光以及2022年的开年大计，甚至对赵丽颖、王一博的私人的建议，看来还是念念不忘，念必回响。王一博果然聪明过人，真的是心比明镜，早早就动手了。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快人一步的话就能够笑到最后了。易烊千玺无疑就是这么一个典范了。只要王一博比易烊千玺都跑得快些，都站得高些，都想得远些的话，所谓未来可期就可以改一个字了，也就是说未来可及了。然而呢，风起洛阳之后一出开端，让电视剧的市场又开始花多眼乱，陷入迷茫当中去了。败兵中曾经特别关照离婚赵丽颖的暖心弟弟吴磊，就是这么一个相当迷茫的人了。吴磊现在正在准备开辟一条电影咖的道路。现在越来越多出头无望的年轻小生们都在往电影圈中挤，因为大家伙都已经亲眼看到了，不仅易烊千玺凭借着一部《证据之王》电影《长津湖》已经成功的封神了，而且呢，顶流天花板王一博居然也在上岸主流之后，依旧马不停蹄的走进了2部大咖大手笔的电影剧组当中去了。这种顶流都不敢丝毫松懈和偷懒的玩命和狠劲儿，让18线的各个的艺人们几乎摇曳欲灭了所有的希望之火了。毕竟现在电视圈已经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题材收紧，政审严苛，而且呢还有不断水降船低的片酬的限制。吴磊现在一样，只能跟赵丽颖姐姐努力的学习了，不断的放低自己的身段，不断的交好四方。现在他跟鹅厂的关系也已经开始缓和了许多了。之前双方闹得很僵的时候，就连吴磊的资源也一路被虐了。这就是娱乐大染缸的标配关系了。现在的00后们都已经越卷越厉害的了，因为现在根本没有舒适区可言了。于是乎，比00后还要老一些的吴磊自然也跟着热锅蚂蚁张罗转型了。其实呢，在新闻我的眼里，如果相对庞大的电视剧市场现在都已经容不下年轻人的所有的希望的话，那么电影的市场的可能性那就更低了。因为现在的娱乐圈当中已经让所有的圈中人都已经成为了网中人了，都已经开始慌不择路了。个中的原理很简单，就像一个突然失火的大火场，你往貌似小火的地方拼命的挤过去的话，并不代表着那里就真的是幸存的希望所在了。当然了，对于顶流的赵丽颖和王一博而言，如何生存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如何突破自己却是个最大的问题了。
现在古偶剧本一直都在敲赵丽颖的门，毕竟电视剧女王就是靠古偶起家的，也拥有着相当庞大的粉丝的群体。大家伙甚至现在都在期待着有匪2、3、4、5一路的演下去，一路的放下去。因此市场急需的热度和人气一直都居高不下，已经算是神话的了。要是续演古偶的话，这种优势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了。可是呢，赵丽颖实在是太难了。问题不是不想接，问题是问题太多了。一来呢，古偶剧的市场现在的确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了，绝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大力倡导的那一种热门的类型剧了。二来呢，是赵丽颖开弓没有回头箭，最近的她的3部剧都选择了现实的题材。如果再回过头去接拍古偶剧的话，各种拉下脸的努力和尝试又要都回到原点当中的了。除非是遇到了特别大的 IP 剧，否则勉强挤上各种广电清点的时代正剧，注定还是优先选择的题材选项了。其三，就是赵丽颖接拍古偶的话，原本有一条不成文的5代的刚需，那就是要带公司的新人了。因为对于新人而言，拍古偶剧绝对还是唯一一条成名的捷径。跟着赵丽颖在新剧当中混个脸熟，保不准就能够刷到可观的流量了。但是呢，现在的赵丽颖也是自顾不暇的了，因此已经是开始两难的了。因为良辰吉日已过，古偶市场难报，这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的了。因此赵丽颖在拍完《野蛮生长》之后，新立的 S+ 仙侠剧《与凤行》注定会成为让赵丽颖左右为难的2022年的重头戏了。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已经聊过几期《与凤行》的了。新立女主一直都在磕她，所以呢，赵丽颖现在对剧本的话语权超级的大。赵丽颖的要求其实不高，就是要确保双赢。说白了，这部古偶剧成型与否，它是要看班底的。男主之前早就接触过了肖战本尊了，但是呢，肖战的眼睛现在也是紧紧的盯着王一博呢，也是优先的考虑电影资源的。这种心态跟所有18线的着急忙慌的艺人们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新闻我已经铁口提及到了，王炸弟弟王一博的政治任务现在已经百上加斤的了，加盟与否的话也真的是不好说的了。现在呢，这部2021年7月份就已经成功备案的古偶大剧还在接触邓伦当中，开局只待最后的男主成功的现身的了。无论如何，赵丽颖的转型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一部本来让演技升阶的谁是凶手，居然还被反复的卡在了过审，剪掉了精华，而且还最终输在了烂尾，这让谁都会意难平的。更何况这个着急忙慌化身青衣的赵丽颖了。新闻我即便可以随时随地的看穿所有娱乐圈当中的所有的藏污纳垢，却也同样的看不穿社会主义黑箱的那种操作的内核。当一位德高望重的政剧之父，在一部举国之力的政剧之王的面前，依旧输掉了所有的体面和尊严的时候，所谓的时代政剧的市场，注定永远都是演员们一定要跳进去的，却又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的沼泽地的了。
因此，时代正剧即便是一条演员们必游的独木桥，但是呢，却又不是通达安全的一条独木桥，因为这座独木桥也分3、6、9等的安全系数。当你走上这座独木桥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9等安全系数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下不来的了。比方说，很多大牌明星们都扎堆出演过时代正剧当中貌似安全系数最高的红色军旅剧，结果怎么样呢？大家伙儿都心知肚明的了。如果非要新闻我去强行点评的话，我只能说，这种烂大街的正剧题材，演员们即便都入戏太深了，甚至还无法自拔了，而观众们呢，依旧是无法入戏的。至于原因为何呢？只能说是见仁见智吧。所以转型不易，正剧难求，赵丽颖也注定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所擅长的 IP 古偶剧的。而且只有古偶现在开的价格依旧是比较高的，也特别的容易固粉。毕竟演员的热度和人气永远都是娱乐圈江湖的打怪刚需。进退两难的这个赵丽颖现在依旧泡在了野蛮生长的剧组当中，这是一个相对难得的舒适区了，因为她的戏份也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她的顾虑也是相对少了很多了。不过呢，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像春晚大连排这种异常主流的活动，它又必须抽出时间出来，必须准时的参加。毕竟这是唯一一条拉近他和强力人物和决定人物和金圈人物的关系桥梁了。说实在的，从农村题材的幸福大万家到改开题材的野蛮生长，这些题材都是正装的如假包换的正剧的题材。问题是出彩和爆款的刚需得奖点到底在哪儿呢？今年是一个政策调教风向逆转的关键性的一年，鼓吹改快的话题甚至极有可能会变相的成为一种影视的禁区，甚至政治的禁忌。那么您说赵丽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甚至不惜承继穿梭的这部改开大剧《野蛮生长》，能不能顺顺利利的野蛮上映，能不能顺顺利利的野蛮开花，甚至野蛮冲奖呢？无论如何，人活着管不着别人，管不着政策，只能管理自己了。赵丽颖现在也是不管不顾豁出去的了，什么都不 care 的了。她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一个初心不改的目的，那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出来。无论古偶还是正剧，现在赵丽颖手上的本子依旧是很多，光是自己团队的一一审核之后递到他手上的优质的本子，基本上都已经看不过来的了。问题就在这儿了，我刚刚所提到的剧本归剧本，好坏是可以挑选的，可是呢，挑完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了闭上眼睛赌上一把的要命的环节了。这种赌其实就是跟时间赌，就是跟政策赌。而且让他更加苦恼的是，一些剧方甚至连第一轮审核都没有通过呢，结果呢，只要给赵丽颖递过本子的，就敢明目张胆的拉他出来溜粉拉投资的了。现在项目班底知名导演是赵丽颖唯一可控的2大环节而已了。
这点跟王炸弟弟简直出奇的一致，堪称心有灵犀的佳话了。现在的赵丽颖同样的已经放出风声了，她会主动的降低自己的片酬，表示出自己的诚意出来，这是相当务实合作的基本要素和认真的态度了。当然了，赵丽颖即便对政策一无所知，无法洞悉，然而呢，她对于合作还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的，那就是必须要把不能对剧本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写进自己的合同当中去。也就是说，即便赵丽颖控制不了强力机关的各种的磨删和磨减，但是呢，倒是可以防止魔改，这是必须的。因为魔改剧给赵丽颖留下的各种的后遗症了，这已经不是一回两回的了。现在不少的顶流都已经带上了自家的编剧进组，就是防止魔改伤神伤身。因为被骂的永远都是担纲主演的主角，哑巴亏吃过一两回其实就够的了。自打出道以来，赵丽颖一直都以励志和拼命的古偶形象讨人喜欢，收获粉丝的。2021年让赵丽颖三十而立的平和与乐观，同时经历到了人生最大的考验了。或许在大政方针未明、证据市场混乱的2022年，稍稍慢下自己的脚步，去领悟、去发掘舍与得的智慧和尺度，或许更能够把赵丽颖自己的人生经营的更加的有声有色，更加的快活自得了。有意思的是，这半年里面跑得神速的王炸弟弟王一博，果然也变成了消息极其灵通的人士了。深度和温度由新闻百度。新闻我前脚刚刚提完开端和正午阳光，以及正午阳光的2022年重头戏县委大院。结果呢，这个神奇小子就已经在全力的争取县委大院的剧中角色了，而且他为了能够出演这部剧，甚至完全不在乎片酬和番位。说到这，您是不是觉得这对王炸姐弟时空太魔幻了，思想太一致了呢？老实说，王炸弟弟的危机感肉眼可见的强烈了。王一博今年就是25岁的了，这个年纪就是不少人的人生分水岭了，或者说心态的分水岭了。王一博的心态现在很棒，就是把握一切的机会和老戏骨们和实力派们搭档偷师，提高自己。这种近乎强迫症一般的自我的鞭策，对于王一博这么一个新生代的演员而言，这觉悟实属不易。我之前稍稍聊过这部县委大院了，这是一部中央钦点的资源好剧，是难得的一部早就收获到了祝福和重视的正午阳光电视连续剧。所以很多大牌的明星们其实都想上来分上一杯羹的。据传学霸王凯参演的呼声就特别的高。另外呢，国家一级演员文工团团长靳东，因为是体制内的自家人，所以呢，这样重点推荐的电视连续剧自然就少不了他的兴趣了。因此呢，他出演的几率也是很大的。总之，学霸和编制都是王一博现在所没有的头衔，所以呢，他的自我的鞭策和自我的压力，或许暂时不能够转化成为向上的动力了。
而且江湖传闻，2021年的风起洛阳，原本王一博是冲着拿奖去的。结果呢，有相关的专家表示，王一博的演技距离拿奖还有距离，而且距离不小。在新闻我看来，王一博的努力毋庸置疑。只是呢，正如我在之前的开端所探讨过的，所提及到的，剧本本身有时候真的所自带的光环，是演员们的演技最大的天然加成了。既然风起洛阳对标了长安12时辰，那么长安12时辰为什么能够成为了易烊千玺的演技加成了呢？话说长安12时辰当中，易烊千玺所饰演的李泌被称为了神童。他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野心，去辅佐太子去继承皇位，自己呢成为宰相，以便造福大唐的百姓们。在这一种欲望的驱使下，他力保静安寺可以跪敌人，可以受屈辱，而且呢，通过几场解决静安寺重大危机的戏码，全面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谋略和本事出来了。甚至他不惜赌上了自己的前程，去为张小敬换取了更多的时间。这种心思缜密、能伸能屈、有勇有谋的人设，让易烊千玺的李泌与张小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了。请留意，真的是缺一不可。而风起洛阳呢，黄轩所饰演的高秉烛，在形象上向雷佳音靠拢了，但是呢，他的终极的目标是复仇而已。比起活下来的大前提，一种压迫着观众们神经的时间的迫切性，明显就逊色了不少了。而王一博所饰演的百里弘毅，是个吃货的人设，而且是擅长百工技巧。但在整个的破案的过程当中，这两个重点的人设的特点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发挥的演绎的空间。而为父报仇的人物的动机虽然够扎实，但是呢，困境不足，压力不足，因此呢，整个的人物的塑造开始单薄。剧中的武四爷其实也一模一样，武力值超群了，权力值也在握了，而且还有感情线。结果呢，信念和情感这两个元素勉勉强强的推动了整个破案的过程，让人物的危机感基本上为零了。也就是说，拉不住观众们的神经了。吃瓜的时候呢，大家伙无爆点，也就是无尿点的了。很不幸的，这种人物塑造和紧凑情节之间的关系上的欠缺，让那个木石之心的王一博仅仅成为了剧情推动的工具人一个了。于是乎，吃瓜的观众们压根儿就无法与人物共情，与人设共舞了。这种剧本内核所留下来的细节坑，让王一博的演技无法很好的起承转合，很好的融入到紧张的氛围和剧情当中。所以呢，整套剧下来，剧本的所有的张力和红利都落在了高秉烛的身上了。所以呢，整部剧下来，对王一博而言，只能说非战之罪了。非科班出身的王一博演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老天赏饭的那个易烊千玺，一部《长安12时辰》，让他彻彻底底的吃到了剧本和人设的红利了。这算是王一博与风起洛阳的有些略带遗憾的幕后的故事了。所以王一博也是聪明，立马着急忙慌的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的突破口。这点新闻我
要大赞一下了。王一博今年要24岁，快入到25岁的了。青年演员就需要不断的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寻找更多的历练，不断的向实力派迈进。因此呢，所有的影帝其实也都是一点一滴的打磨出来的。只要王一博不懈的努力，找到人设吸睛，甚至爆血管的上佳的剧本，例如吃到下一个开端之类的精彩的螃蟹的话，那么剧本的红利必然能够双倍奉还给他更加丰富精彩的非凡的流量。就算不是县委大院。